只要一招就能改写战争规则。中子干扰器设定解析：扎夫特锁死地球联合军战争能力的神器。机动战士高达系设定解说 ：Neutron Jammer 中子干扰器是在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期间，由扎夫特向全世界散布的一种用于抑制核能链式反应的特殊装置。该型装置整体外形呈现多边形的柱状，在外观涂装上还有比较显眼的放射物标识。其来源则是由名为奥森·怀特的人开发而来。该名人员的主要身份是 Plant 的著名科学家，他曾取得量子物理和数学这2个学位，并在相关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同时，他还是从地方塞克斯提里斯市选举而来的最高评议会的议员，在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期间多次参与了最高评议会的决策，可见其在 Plant 当中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不过，他所发挥的最大作用莫过于他所主导开发的中子干扰器。该中子干扰器一旦启动，就能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一个抑制自由中子运动的立场，由此阻断这个立场内的核裂变反应，进而使核武器失效，来避免地球联合军发起的毁灭性核打击。而这一效能很快就在 CA70年2月22日的世界树攻防战中得到了验证，由此一举扫清了 Plant 自血染情人节以来对地球联合军核打击的巨大压力。地球联合军手中的核武器从此以后就成为了一堆废铁，使得战争形势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如果中子干扰器投放到敌方腹地启动，还能实现瘫痪敌方核电站的作用，这在全球已经进入化石能源枯竭的背景之下，对地球联合所带来的影响将是个毁灭性的灾难。毕竟核能在地球的能源结构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处于拉格朗日5位置的 Plant， 其能源结构主要来自于太阳能，这就使得 Plant 完全不受于中子干扰器在能源上的制约。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子干扰器在 Plant 的境内部署时就是防御和打击的护盾，其作用远比反导系统要更加强大。特别是中子干扰器的作用范围十分广泛，只要在地球上少量部署就能达到瘫痪全球核能的地步，这样中子干扰器就能作为战略兵器，通过掐断全球主要能源就能达到限制对手战争能力的目的。而为了便于在地球上投放中子干扰器且不易被对手破坏，扎夫特在中子干扰器上增加了一个钻头，以便中子干扰器在落到地面后就钻入到几百米以上的地下，并且在中子干扰器的另一端还设有推进器和喷口，以便加快钻地速度，减少敌方的反应时间，由此大大提升中子干扰器部署的成功几率。其他的，在中子干扰器周围一圈还设有支架，该支架上连接着空投用的降落伞，其在降落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展开，以便中子干扰器以正确的姿态钻入地下。而当中子干扰器钻入到预定深度的时候，就会自动启动，然后利用地热所产生的电能来维持自身长时间的运转。即使后续部分中子干扰器被对手成功破坏，已掌握制空权的扎夫特可随时补充。基本上，对手地球联合军对扎夫特部署中子干扰器毫无还手之力。此外，中子干扰器还附带有另一个重大功能，那就是在立场所覆盖的范围内，会使得包括雷达和通讯系统在内的电磁波受到巨大影响，而这就使得原本依靠雷达和通讯系统运作的体系，一下子就陷入到了几乎如同瞎子和聋子般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去光电通讯系统来维持正常的通讯联系。但这也只能保障短距离范围内的通讯稳定，如果要进行长距离的通讯联系，则将以语音的方式来进行，甚至更远距离的通讯要以文字短信的方式进行传输，由此降低传输的内容质量，来确保传输成功的几率。同时，中子干扰器对电磁波的影响，也让远程精确制导打击的效能大大下降，而这就让战场主要交战的距离再次拉回到了视距的范围之内。于是，适用于视距内作战的机动战士等新型兵器开始大发威力，由此逐渐替代了飞机、坦克、大炮，成为了新的主流装备，让以机动战士为主力兵器的扎夫特取得先机。很快，在接下来的多场战役取得了主动权。地球联合军在多场战役中的损失十分惨重，在多个重要据点相继失守之后，扎夫特兵力的触角就得以迅速深入到了地球。一开始，人们所认为的地球联合军会凭借数量优势取胜，这一局面并没有上演。不过，接下来战争的局势也没有一直朝着有利于扎夫特的方向发展。为了应对扎夫特的机动战士，地球联合3大理事国之一的大西洋联邦也发展出了新型机动战士与扎夫特对抗，其各方面的性能表现均十分突出。所装备的 PS 装甲可有效化解各型实弹武器的攻击，尽管受制于各种高耗能装备导致机体的续航比较低，
但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已经远超扎夫特的主力机动战士，一旦大规模量产并交付给地球联合军，将会给扎夫特带来巨大的压力，很有可能就会改变当前有利于扎夫特的战场形势。为此，扎夫特在夺得了对方的新型机动战士之后，便以此为基础开发了新型的机动战士，并且为了更进一步提升新型机动战士的性能，扎夫特使用核引擎来作为新型机的动力装置，这样扎夫特开发的新型机就不再受续航有限的困扰，从而将新型机动战士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当然，为了让核引擎能够在中子干扰器的影响下正常运转，还需要专门搭载一个设备抵消掉中子干扰器的作用，而这个设备便是名为 Neutron Jammer Canceller 的反中子干扰设备，也称之为中子调节器。该反中子干扰设备在启动了以后，就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抵消中子干扰器立场的作用，从而保障依靠核裂变反应的核引擎等装置正常运行。但与中子干扰器具有广阔的作用范围相比，反中子干扰设备的作用范围却极其狭小，所覆盖的范围通常只有一个机动战士大小的范围，所以需要大量生产制造反中子干扰设备，才能让更多的机动战士用上核引擎。然而，制造反中子干扰设备需要一种特殊的材料，该材料在扎夫特所控制的区域范围产出并不多，反而是对手地球联合控制的区域有巨大的矿藏。一旦地球联合获得了反中子干扰设备的制造技术，将有条件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生产出反中子干扰设备投入使用。也就在扎夫特将反中子干扰设备在机动战士上应用没过多久，名为劳鲁克鲁泽将反中子干扰设备的敏感技术信息通过弗雷阿尔达斯泄露给了兰波斯局的穆尔塔阿兹拉埃尔。很快，阿兹拉埃尔在拿到反中子干扰设备的技术资料之后，便立即让地球联合组织技术骨干力量攻关反中子干扰设备的制造技术。尽管此时地球联合急需反中子干扰设备来解决中子干扰器造成的能源危机，但来自于兰波斯局的阿兹拉埃尔却有不同的意见。他在地球联合理事会上力排众议，做出了决定，将反中子干扰设备优先应用到核弹，打算通过核弹一举解决这场与扎夫特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大量的核弹得以重新启用，并不断运往地球联合军的月球基地。很快，在完成了部队集结后，地球联合军便对扎夫特发起了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尽管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地球联合军使用核弹一下子就摧毁了扎夫特固若金汤的博亚兹要塞，但是核弹的重新启用没有让地球联合军取得最终的胜利。相反，早在反中子干扰设备成功研发的时候，扎夫特就秘密制造了创世纪核爆诱导型伽马射线发射器，以便 Plant 在陷入危急时作为超级兵器对敌进行绝地反击。就这样，在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进入到了高潮阶段的时候，扎夫特便启动了深藏许久的创世纪，其一发射就展示出了强大的毁灭能力，所产生的伽马射线爆一下子就让地球联合军承受了巨大损失，直接就扭转了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的战场形势。然而，直到这场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扎夫特建造的创世纪最终还是遭到了摧毁。最后战役结果，扎夫特和地球联合军一样，因损失惨重被迫选择停战。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双方签订了尤尼乌斯条约，让这场旷日持久的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到此结束。然而，地球联合军对 Plant 进行核打击的威胁并没有消除，因此为了避免 Plant 再次遭受到核打击，扎夫特基于创世纪的技术基础开发出了新的反制手段，而这个新的反制手段便是名为 Neutron Stamper 的中子精跳器，其作用就是远距离诱导核裂变加速反应的一种装置。该中子精跳器在启动了以后，就会发出类似于创世纪伽马射线爆的射线。一旦核弹和核反应堆等这些核装置被这个射线所覆盖，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应加速，引发爆炸而自毁。而且中子精跳器照射的有效距离很远，能够将敌方发起的核攻击抵挡在安全距离之外，这样中子精跳器就能确保 Plant 不再受地球联合军和打击的威胁。相比于体型巨大的创世纪，可以发现中子精跳器的体积要小巧很多，其主要结构是由12枚量子菲涅尔镜片组成，可搭载在纳斯卡级高速战舰上运作，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部署，使得灵活性对比创世纪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加上准备发射所需的时间较短，只要在完成照准之后就能进入到准备照射的状态，这样就能做到快速反应去应对敌方发起的核打击。所发挥的作用很快就在第二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中得到了体现。由于中子精跳器的有效照射距离十分遥远，不但成功覆盖了地球联合军齐射的大量核弹，
还覆盖到了刚完成核弹发射的机动战士部队，甚至位于远处的地球联合军和打击舰队也都遭到了波及。很快，所携带的核弹在被中子精跳器照射后引爆，所产生的巨大爆炸迅速就波及到了整个舰队，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地球联合军这支和打击部队全部被歼灭。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个中子精跳器此时其实还处于原型机的状态，所以在对地球联合军的和打击部队完成了照射之后，其量子菲涅尔镜片在内的结构直接报废，无法使用。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子精跳器在技术上还未到成熟的状态。所幸这仅有的一次使用机会，成功化解掉了这次地球联合军突然发起的核打击，并且中子精跳器也给地球联合军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所以在这场战役结束了以后，地球联合军便不再派遣舰队继续进攻 Plant， 转而在月球背对 Plant 的位置开发了一款新型超级兵器光束扫射炮镇魂曲。该超级兵器同样具备十分强大的破坏力，其原理是通过折射光束的方式实现从月球对 Plant 进行超远距离的战略打击，以此来避开扎夫特中子精跳器的照射。就这样，扎夫特和地球联合军的对抗再一次进入到了高潮阶段。